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打算要来制作一个玩具电子琴，它可能会长得像这个样子，而这个电子琴将基于先前制作的这个 SAMD Arduino 来作为工作核心。我们想制作这个电子琴，其实由来已久，相信很多人应该有听过，从前有个游戏名为节奏 DJ 吧，就是利用画面出现的图示，让我们打在正确的拍子上来获得分数的一款游戏。我们的初始概念就是想透过指示按键的位置，让小朋友能按在正确的音符上，然后自然的弹奏出一首曲子。就算节奏不对，听起来不好听，最后被当作打地鼠的游戏，如果小朋友喜欢，那也就足够啦。最后，希望还能自由的喂给他不同的简谱，来增加演奏的多样性。所以，我们是否能顺利的制作这个电子琴呢？多说无益，我们马上就来着手制作吧。所以制作这个电子琴需要哪些材料呢？第一，当然就是按键啦，因为是 keyboard 嘛。再来是 LED 灯，用来指示按键位置用的。然后是发音装置，为了声音好听一些，所以我们要用正常的扬声器来发音。把这三个结合起来，再透过我们的 SAMD Arduino 核心来作为主控，应该就能实现绝大多数的功能了。为了能做一些简单的测试，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矩阵键盘接上 Arduino Lilo 开发板，再利用个别 I/O 角拉出对应的指示灯，然后加入键盘扫描程式后，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灯号来指示按键位置啦。再来要帮我们的按键加入声音，这是我们先前实验过的 Max 98357音频模组。我们把它转接到我们的开发板上，整合了这几个桌边后，程式部分基本上就是一连串的 AI 提示词轮回工程了。总之，最终的行为模式大概就是这些。在我们得到比较像样的程式码后，我们可以先帮它输入一段简谱，然后小试一下身手。OK， 那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 keyboard。我们需要制作真的看起来像样的 keyboard， 这样我们就得先考虑，我们还要用这种实体键盘吗？因为在实体键盘上按压，多少会有噪音，而且一般我们能购买到的微动开关是像这种，噪音很大吧？如果考虑到低噪音，那最没有噪音的应该就是触控键盘啦。在看了很多不同方式的触控键盘之后，我决定采用一个看起来操控很简单的触控键盘。它的控制器是由台湾通泰公司所研制的。我购买了这个模组，打算先实际测试一下，确定可以用之后，然后要直接将这些接触点外接到我们自制的键盘上。现在还不知道外接出来会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先把它加到我们的专案中吧。先用它来把原本的实体键盘取代掉，体验一下差异。感觉起来直接在触控板子上操作和实体键盘是差不多，所以接下来只要把它的接点外接出来到我们的键盘上没有问题，那这个专案应该就差不多完成了。我们预计要做的 keyboard 大约会长得像这个样子，但因为我们的触控键盘只有16个按键，所以我打算先实作下排这12个标准音阶，另外4颗作为功能键，然后半音的部分可能就要之后再拿另外一组键盘来补足啦。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制作实际要用的触控键盘。我打算用这种铜箔胶带粘在洞洞板上作为 touchpad， 中间挖个洞好让 LED 可以凸出来。接下来就是一大堆手工活啦。
再来要把这个结合上去，差不多放在这边。我们要从板子上预留的接点直接连接到各个 touchpad 上面，所以现在要先把这些 pin 都移除掉。这样连接出来的触控点好像是有点过于灵敏了，我都还没摸到，它就已经感应到按键啦。不过我们还是先把全部都接上后再说吧。后来证明了，这样胡乱做一通的下场，就是完全都不能用。我什么键都还没按，就已经感应到一个固定的按键了。后来读了手册后才知道，要外接像这种触控键有几个基本要点，例如走线尽量不要交叉，路径上或是触控点附近都不能有金属导体，线尽量短等等。所以我们在走线和距离方面又另外做了一些调整，看起来才勉强能动。所以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帮它钻孔加装 LED， 然后才是重头戏，要来帮我们的键盘组加装核心控制器了。不过为了减少干扰以及后续的可重复使用，我们需要把它独立在另外一块板子上，与触控板分离。而这块板子基本就等同于我们先前实验过的 SAMD Arduino， 所以把启动电路接好后可以测试一下，如果能跑 Blink 范例程式就是 OK 啦。然后也可以将 Max 98357音频模组直接粘在板子上，这样这块系统板就可以完整控制我们的周边电路了。再来，只要再帮它加上这个 USB 接头之后，就可以透过这个 port 来供电以及更新程式了。不过在那之前，我们先把最后这块 LED 模组接上，然后要来进行最后的装箱工程，才不会像这样哩哩啦啦。那我们现在要如何装箱呢？当然是用垂手可得的纸箱来改造啦。整体结构大约会长这个样子。这两张图分别是测试图和正式图。其中绿色这两块分别是 Touchpad PCB 和 MCU 的系统板，黑色的实线代表纸箱的外壳以及内夹层，绿色的 Key 板和系统板透过纸箱的4个垂直边以及铜柱支撑固定，然后扬声器会粘死在内层夹层上面，让声音从里面反弹出来。夹层基本上是整个密闭的，只有在尾端这里开孔，让声音从这边出来。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所谓的低音反射式音箱呢？主要就是要看看会不会有一点低音提升的效果。不过这只是我不专业的胡搞，小朋友不要学啊。接下来又是一堆手工美劳的功课啦，这里我们可以快速略过，直接就来看看成品吧。
下来由小犬为您带来一首世界知名的童谣，看看您听不听得出来吧。这次的作品，相信很多人在看过小犬的演奏之后，应该已经略知一二了吧？其实，在触控上还是有很多问题，例如感应不良，有时还会有错误的按键触发，需要按得很精准才能有比较正确的演奏结果。但采用触控，我想最大的问题还是容易误触吧，这大概会是音乐演奏最不能接受的。最后，对于触控的调教，因为甚至可能需要变动整体架构的，就不在这次影片的范围内啦。由衷的感谢您将影片看到这边，我们将会在日后做出更精进的版本后再来呈现给大家，还请多多指教。我们下回见啦，拜拜。